你知道河北有多重要吗？说到河北，可能很多人会说它经济落后，环境差，存在感低。确实，论经济打不过河南，比文化急不过陕西，就连自己的方言至今都无法统一。从地图上就能看出，河北就像个大扳手，似乎注定了只能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工具省。事实上，河北的存在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重要。河北位于黄河以北而得名，地处华北平原，东临渤海，内环京津，西为太行山，北为燕山，总面积 18.88 万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7448万人，是中国唯一建有高原、山地、丘陵、盆地、平原、草原和海滨的省份。如果说散装的江苏各市因为能打而闻名天下，那么河北下辖的12座城市则可以用卧虎藏龙来形容。比如成语典故之都邯郸，帝王之乡的邢台，开国第一城石家庄，衡中神话的衡水，保卫大都安定天下的保定，武术之乡沧州，京津之廊廊坊，冬奥之城张家口，普通话采音地的承德，军事重地唐山，以及车轮制造之都秦皇岛。可以说每一座城市都是赫赫有名的存在。然而面对这些名头，低调的河北人总是一笑而过。要说名头，如今的京津两地可都是由河北孕育而来，并且一直由河北承担着服务京津的重任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北京的行政面积并不大。为了确保首都的发展顺利，河北先后将昌平、良乡、房山、大兴、通县、顺义、平谷、密云、怀柔、延庆等10个县划给了首都，形成了今天的北京16区。随后，天津也面临辖区不足、重大工程无法展开等问题，河北又将宁河、宝坻、蓟县、武清、静海5县划归天津。作为经济要地，河北一向是有求必应，从不含糊。在2017年之前，每年入春，北京上空就会被沙尘所笼罩，严重影响了交通安全和人民日常生活。而河北便承担了阻隔风沙、涵养水源的重任。从植树造林到退耕还林，将沙地变成林海，将荒原变成绿洲，为京津筑起了绿色长城。同时，为了保障京津淡水供应，本就缺水的河北将省内2大水库让给了京津。在面对电力紧缺问题时，河北人民宁可自己停电，也要将大量电力输送给京津。可以说，两地 80% 的消耗资源都是由河北供应。不仅如此，为了保证首都的蓝天白云，河北不惜砍掉了自己大半经济，将赖以生存的钢铁、煤炭、水泥等支柱产业大规模缩减，任何存在污染性的行业全部关停，用牺牲经济换来了首都的蓝天白云。并且每当有国之大事，河北总是首当其冲，不计成本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，做好保障工作。这就是河北，一个默默为国奉献一切的省份，一个应该被人们尊重的省份。或许现在处于转型期的河北显得格外狼狈，毫无存在感，甚至遭人嫌弃。但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，加速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的建设，河北将再次重拾昔日的辉煌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